我不在的这些时日，有劳各位兄弟们了才是。今日我来先敬各位兄弟们，都满饮此杯。说罢，便将酒水洒脱的一饮而下。掌门还没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位朋友是？这位是秦六爷，他会在门内小住几日，过阵子我会与他一同去趟江南。离哥哥，你又马上要走了吗？你能不能多待些时日啊？这次恐怕不行。那离哥哥可以带我一起去江南吗？瑶瑶也没去过江南呢。秦君夜可听到这句话后，假装嗓子不舒服的轻咳了几下。江宁儿知道他定是希望过二人世界的。离哥哥这次去江南有些事，我答应给你买些江南的好东西，到时候送给你好不好？哎呀，你就带我去。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妈，瑶瑶保证不会惹事的。掌门跟秦公子去江南，定是要去办事的，哪能带着你呢？我带你去外面转转，消个食。好，我也跟你们一起去。于是秦君夜扶着他的腰，魏瑶则抱着他的手臂，一边一个，三个人就以这种并排的状态，在鬼谷门的小路上漫步着。那是什么？江宁儿和魏瑶双双好奇地向左转看去。刚才有什么吗？的时候，就看到魏瑶已经被秦君夜弄昏过去了。王爷，你干嘛？江宁儿连忙将快要倒地的魏瑶扶住，秦君夜也蹲了下来。放心，我只是点了他睡穴。这个魏瑶对你心思不纯，我若不弄晕他，指不定他能对你做出什么事来。你在乱说什么呢？瑶瑶怎么会心思不纯？我都不稀罕说你，你今日也是的，跟他个小姑娘较什么劲儿呢？你当真没发现？发现什么？你没发现我想当他姐夫，但我小姨子却惦记他姐姐吗？什么鬼？这怎么可能？我也希望没这个可能吧。说着，秦君夜就把江宁儿拉了起来。走，带你消食去。等等，那瑶瑶怎么办啊？秦君夜打了个响指，很快藏在暗处的黄雀就一跃而下。黄雀，原来你也来了。我来别人门派总不好带一大帮子人，所以只叫了黄雀一人。他一直藏在暗处，所以你才没发现。我鬼谷门也都不是些酒囊饭袋，黄雀藏了一天，居然完全没人发现。黄雀是暗影，藏身的本事还是有的。什么？黄雀也是暗影？王妃，什么叫我也是啊？我可是暗影的统领，签名他们可是都归我管的。哇，小黄雀你不错呀，小小年纪居然就当官了，年轻有为呀。你负责把魏大小姐送回她房里去。是。魏瑶交给黄雀的话，江宁儿就放心了，于是就跟秦君夜牵着手散步去了。二人走远后，黄雀盯着躺在地上的魏瑶看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就想他该怎么把这个昏过去的魏大小姐给送回房呢？像王爷平常抱王妃那样把人抱起来？不，他还是想把抱女人这种事情留给以后自己媳妇儿的。他弯下腰，将魏瑶两只脚一抬，就开始拖。江宁儿带着秦君夜在鬼谷门里转悠了一圈之后，二人牵着手来到了山顶，背靠背坐在草地上，一起遥看着星空。这是成亲之后二人第一次一起离开京城。鬼谷门现在的位置是你选的吗？我记得以前李雨楼查到过，鬼谷门不是在翠竹山上的。之前鬼谷门在一处贫瘠的山谷里，我接手后就带着整个门派转移了位置到这里。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怎么是之前的地方不好吗？之前是瑶瑶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在山谷里，结果后来遇到敌对帮派的合力围剿，鬼谷门死伤太惨重了，血腥味怎么都洗不掉。瑶瑶是亲眼看着他爹娘去世的，之后每经过他爹娘相靠着死去的山坡就哭，于是我为了不让他触景伤情，就让所有人搬到这里。秦君夜能将李雨楼发展的这么大，江湖中的厮杀自然也经历不少。江湖就是这样，虽不似官场险恶，却也很残忍，强吃弱，弱吃更弱，只要稍微有松懈，就可能遭来覆灭。你就是在那一次围剿里继任的鬼谷门掌门。那时也是瑶瑶贪玩，跑出了鬼谷门，被我捡到了。我看小姑娘可爱，就送她回家，结果正好撞见了当时的惨状。我尽力想救，可到底是来得太晚了。我救回了身中8刀的孙玉，救回了伤了一条腿的龙渊老堂主，救回了今日你看到的鬼谷门大半的人，却没及时
将他父母救回来。他父亲临终前情急之下，把瑶瑶还有鬼谷门掌门令牌以及他一生的武功都传给了我，嘱托我带着活下来的人离开。他目光缱绻地看着江宁儿，而江宁儿用最平淡的语气说着这些。但秦君夜不敢想，将当年已经风雨飘摇的鬼谷门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江宁儿得付出多少？所以那日我才与王爷你说，我是要对瑶瑶负责的，而我对她的负责与对你的是不同的。如何不同？我受瑶瑶父亲之托，我有义务照顾她，但对你，虽然那夜之后我就跑了，但现在不管中间发生了什么，我都已经是你妻子了，且我也想跟王爷你好好过一辈子。一辈子？活着我们睡一起，死了以后我还想跟你躺一起。秦君夜微微愣住了，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他表示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不知为何，他心里生出了一份从未有过的惊喜。宁儿，但一辈子是有前提的，你要是哪天还有了别的女人，我不管再怎么喜欢你，我都一定毫不犹豫的就离开。秦君夜微蹙着眉，封上了他的唇。他一点都不想听到江宁儿说任何要离开他的话，他受不了。他用20几年的孤寂，好不容易才向老天换来了一个他怎会让他离开？不会。那万一？不会。他确实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此生都只会想要江宁儿一人。除非是你不想要我了，否则我秦君夜此生定不会负你。你敢负我，我要走也会把你第3条腿打断。江宁儿莞尔一笑，而那双好看的杏眸里像是炸开了一朵烟花一般绚烂。我想要你，我也想要你。随后扬起下巴，动情地吻上了他。相拥了片刻后，江宁儿拼命地拍他。这里不方便，等下会有人来巡逻的。那我们回你房间。见江宁儿点了点头，秦君夜即刻就抱着他，使着最快的轻功朝他房间而去。一进了屋子，他刚放下他，二人便又急切地缠到了一起，但这一次是一边吻一边褪着彼此的衣物。你怎么今天又是这个死腰带？我以后把这个款式的都换掉。你的束胸总没这么难解。我的绳子也是在后面。你还有别的吗？我能直接扯了。行吧行吧，你来。只听呲啦一声，束胸的绑绳被他直接扯碎。他们动情地唤着彼此。宁儿，夫君。掌门，老堂主找你过去。哎呀，对不起，罪过。然后把门又给他们啪嗒一声温柔关上。一天夜里被打断了2次的秦君夜坐在床边，一脸阴郁地揉着眉心。江宁儿裹在被子里，只露出了一个脑袋，也是满脸的挫败。他们就这样坐了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两个人眼里都没光了。你们鬼谷门的人都不知道门是用来敲的吗？大家都粗野惯了，又都想着我是男子，所以开门什么的也很随意。秦君夜猛地站起来，王爷你去哪儿啊？我去泡个冷水澡。那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再去？什么忙？等下可能还要去见老堂主的，所以能不能帮我把束胸重新穿上去？我一个人要穿好久的。秦君夜双眼猛地一闭，他想杀人呐！但之后秦君夜还是耐着最后一点性子，拿出一件完好的束胸给他重新穿上。江宁儿全程趴在床上一动不敢动，直到听到他关门出去的声音。怎么就这么难呢？重新穿好了衣服，江宁儿这么精彩的剧情最适合在家边运动边看了。说起运动就离不开一双好鞋子，想要确认自己买的鞋子是否正品，推荐得物 App 的专业鉴别功能，只需上传图片，最快几分钟出鉴别报告。得物鉴别团队已经累计鉴别超6亿次，覆盖鞋服、箱包、美妆、手表、玉石珠宝、酒水、宠物等19个品类，专业可靠。快点我评论区链接试试吧。而才来到了老堂主龙渊的地方。真是劳烦掌门，这么晚了还要亲自到老夫这里来。老堂主腿脚不方便，我是晚辈，由我来寻您也是应该的。不知老堂主叫我来有何事？想必掌门也应该知道了，老夫想要跟瑶瑶说亲的事情。这个瑶瑶确实与我讲过，但是瑶瑶的意思似乎不太愿意呢。那个孩子有他自己的心思，我也明白。可他娘死得早，我这个当外公的总不能不替他操心终身大事啊！我一大把年纪了，也不知道还能陪他几年。掌门虽对他也照顾，可掌门你自己终究也要成家的，不可能无时无刻陪在他身边。但瑶瑶与我说，她不喜欢这门亲事，老堂主应该也不会希望瑶瑶嫁过去后不开心吧？自是不会。掌门您请过目。江宁儿接过龙渊递来的册子，上面写的是南方的庚帖于家事。我粗略瞧着，对方条件好像还不错。对方是清河府的李家，与他爹也
曾有过些交情。清河府的小儿子年岁18，为人谦和温润，小时候老夫也见过，是个不错的孩子。如此听来，也算是知根知底。可瑶瑶啊，现在是死活不肯跟对方见面，他就咬定不喜欢，这可怎么行啊？所以老堂主的意思是想我劝瑶瑶见一见。瑶瑶一贯都听掌门您的，过几日李家叔侄会到咱们这儿来，所以想掌门能不能跟瑶瑶一起见见他们。若他见了后仍旧不喜欢，老堂主可会逼他？自然不会，但他终究得跟鬼谷门外的男子多接触一下呀。这天，江宁儿一个人出了鬼谷门，魏瑶发现后，自是连忙偷偷跟上。结果跟到了镇上后，就不见离哥哥踪影了。奇怪，我刚刚还看到人是往这边走了的呀，怎么不见了？而此时，站在高树上的两个人才松了一口气儿。我们要偷情到什么时候？本王不想体会了。快了！朱雀堂和白虎堂的人都在回来的路上了，等人到齐了，我就可以给王爷您名分了。行吧，那本王就再忍2日，我们去市集逛逛。但瑶瑶一个人要不要紧？放心，黄雀会一直跟着他的。那走吧，我知道市集上有个小吃特别好吃，我带你去。二人使着轻功跃下高树后，黄雀才从暗处现身出来。他看着王爷和王妃两个甜蜜蜜的背影，心里无比的羡慕。黄雀双手抱胸，倚靠在树干上，遥望天空。老天哪，什么时候也给他赐个水灵灵的媳妇儿吧？他不想只当别人的爱情保安呢。不过感叹完之后，黄雀还是得继续干活，盯着每天插足王爷王妃之间的那个第三者，确保他今儿不会再打扰两位主子约会。可下一瞬看清他进了什么地方之后，他又是神色一震，个小姑娘家的进赌房干嘛呀？那不是李雨楼开的赌房吗？黄统领，您怎么来了？现在让你这里所有人都把衣服给我穿好了，男的都不许给我打赤膊，抽大烟的也都给我掐了，别弄得这里乌烟瘴气的。不是啊，黄统领，我这是赌方，又不是妓馆，男人打个赤膊又怎么了？让你做你照做就是了，那么多话做什么？小胡子虽想不明白，但黄雀是楼主近旁的人，地位非同一般，他们都不敢得罪。将整个赌坊的人仪容仪表整顿好了之后，魏瑶一进来，黄雀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黄统领，您向来是不会来我们这边的，想必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用意是这位姑娘吧？黄雀要保护魏瑶的安全，所以目不斜视地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也没多想。结果小胡子却想差了，以为是他要追人姑娘，所以才特意如此的，于是一脸我懂的表情，就笑着先退下了。去安排些打手过来，等下佯装欺负那个小姑娘，好让我们黄统领上演一出英雄救美。赌博哪有拿药的？没钱就走，不跟你赌。我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药，是诡医江离的秘药，一颗可值1000金。只要把这药让你们喜欢的姑娘吃下，我保证那姑娘立刻就对你死心塌地的，非你不可。姑娘认的也是钱，是钱，谁会认你那个破药？你这药若是给男儿吃，也有此效吗？当然有。怎么样，小姑娘，你要不要跟我赌啊？魏瑶听过诡医大名，觉得真有这种药的话，他倒是可以给黎哥哥试试。那黎哥哥不就非他不可，离不开他了吗？行，我跟你赌。一炷香后，魏瑶将所有的银子换成了轻便的银票，手上捏着一个方方的小盒，就一蹦一跳的出了赌房，准备回家了。刚出了镇子，踏进了鬼谷门范围的山路，突然一群蒙面人将魏瑶给团团围了起来。你们是什么人？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小姑娘想好好的，就赶紧把你手里的钱留下。什么叫此路是你开啊？这明明是我家的路。小姑娘好大的口气，看来得叫你知道厉害了，动手。几人拿着长刀就要朝魏瑶砍去，一道明黄的身影即刻就闪现到了他的面前，一脚将一个蒙面人给踹了出去。哎呦，可算来了，于是连连倒退，自己撞到了一棵树上，咬破血包之后呕出一口血来。黄雀见状还愣了一下，他没怎么用力啊。而后面其他的蒙面人也是纷纷朝着黄雀袭来，又轻而易举的就被黄雀给打败了。臭小子，你坏我们好事，你给我等着！黄雀抓了抓脑门，觉得这些蒙面人有些奇怪呀。姑娘，你没事？
结果魏瑶手持一个小瓶子，趁他一回头就对他眼睛滋的一顿乱喷。本姑娘什么兵器没摸过，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些人的刀都没有开刃，你跟他们就是一伙的，你也是坏人。黄雀双眼又疼又辣，一下就看不见了。我不是坏人，我的眼睛，魏姑娘，魏瑶。黄雀拼命睁开眼睛，想要瞧见他跑走的方向，可无奈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分辨他的方位，大概是回鬼谷门了。魏瑶连连小跑，一直跑到了自己房间，将今日赢得的那颗药丸拿了出来。他开始琢磨着怎么把这药给黎哥哥吃下去。而另一边，秦君夜跟江宁儿也刚刚从外面回来，看到黄雀满眼通红。黄雀，你怎么了？王妃，你快帮我瞧瞧吧，我不知道被魏大小姐朝眼睛里喷了什么东西，洗半天都不好。三人来到了秦君夜的客房，江宁儿替黄雀检查眼睛。王妃，我不会瞎吧？没什么大事，瑶瑶给你喷的只是胡椒水，我等会儿给你一点药，擦了之后睡一晚就没问题了。听到只是胡椒水，黄雀这才松了口气。你在本王身边这么多年，本王都没瞧见过你如此狼狈的模样，没想到居然栽在一个小姑娘手里。你让本王说你什么好？王爷，那可不是普通小姑娘，那小白兔是长爪子的，她今日几个时辰，可把你赌坊近1个月的进账都赚走了。哦，还有这种事？黄雀将今日跟着魏瑶的全部经过说了一遍之后，秦君夜倒是真的有些意外了。魏瑶还会赌术？瑶瑶不仅是会赌术，而且赌术高超。王爷可听说过江湖中有个被称之为千手菩萨的人？此人我知道，但是他在江湖中消失了多时了。我记得这个千手菩萨还有赌圣之称，他跟魏瑶有关系。千手菩萨跟魏瑶的爹娘是至交好友，把瑶瑶当伴侣来看，算是他干爹。起初是有一次他来鬼谷门中小住时陪瑶瑶玩，偶然发现瑶瑶耳力灵敏的惊人，便试着当做游戏教他听骰子。没想到瑶瑶在这块天资过人，最后尽得了这位千手菩萨的真传。那这位千手菩萨人呢？赌鬼哪有好下场的？听闻是有次在一艘赌船上，因为赢得太多了，被人嫉恨，暗害了后丢下海底喂鲨鱼了。幸好是这次有黄雀，否则他说不定就要被赌坊的人教训了。是属下职责所在。一日一早，朱雀堂堂主终于回到了鬼谷门内。江宁儿召集3位堂主开始商议，如今空缺出来的白虎堂堂主的位置该由谁来继任。讨论是从早上开始的，但时至接近夕阳西下也不见结束。权哥来信说，白虎堂去赈灾的人在路上杀掉了3个官员。哦，哪3人？永安县巡抚和2个小官吏。永安县，那岂不是皇后的老家？没错，这个永安县的巡抚还是皇后娘娘的外戚。永安县正是漕运最重的一道关卡，也是老二掌握漕运经济的要点。鬼谷门这次也算是无意中斩掉了老二一条命脉了。他们可有露出什么马脚？杀人这事，鬼谷门确实专业，下手都十分干脆利落。不过他们似乎刻意留下些线索，但是指向的都是古斯纳。消息前2日传回了京中，二皇子得知后气得从床上摔了下来，刚接好的腿说是又摔断了，又得多养些日子了。鬼谷门人勇猛有余，细致不足，叫我们的人都仔细些，一路跟他们把扫尾工作做好，定不要叫人察觉了。是，属下明白。对了，王爷，玄哥还在信里说，王爷你要他准备的事情已经弄好了。行，我知道了。黄雀刚离开房间不久，秦君夜的房门再次被敲响。秦六爷，我是大小姐的丫鬟云香，大小姐有请。魏瑶找他，这个邀约倒是让秦君夜挺意外的。他有时间不是该去黏着江宁儿吗？魏大小姐找我是有何事？奴婢不知，这个您要去亲自问小姐了。行，我同你去。而江宁儿与几个堂主商议了一整日了。走出议事大厅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他疲惫地捶了捶肩膀，本是想去找秦君夜，让他帮自己捏捏的，结果发现他房间里竟然没有人。奇怪，他去哪儿了？还说好了今天晚上再一起偷偷溜出去吃昨天晚上没吃到的那家铁板豆腐的。江宁儿晃了晃脑袋，决定先回去等他。刚回房，魏瑶就来了。李哥哥，你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做了蟹黄豆腐羹。瑶瑶，你可太好了，我今天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这会儿正饿了。他接过魏瑶盛好的一碗蟹黄豆腐，糊了一碗就喝了下去。蟹黄咸香，豆腐滑嫩，实在是好喝的不行。刚放下碗，他就发现魏瑶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李哥哥喝完后再看我，有觉得什么不同吗？江宁儿先还觉得瑶瑶这话有些奇怪，但很快他发现变得奇怪的是他自己才对。这个季节应该还有些凉意的，但他怎么突然这么热呀？
林君夜被云香一路引往后山，走了一会儿，察觉到可能不太对劲儿，他立马把云香打晕后就往江宁儿的房间里赶。等他推开房门时，魏瑶已经被江宁儿点了睡穴，昏睡了过去，而他则是瘫坐在桌上。宁儿，他连忙上前将江宁儿扶了起来，还以为他受伤了，可一靠近他就发现江宁儿的眼尾夹杂着一抹粉色，脸颊染着不正常的红。你该不会又中百媚香了？是瑶瑶给我下的药。什么？魏瑶居然给你下媚药？这就是那小丫头支开他的用意。夫君，江宁儿眼里蒙着一层雾水，攀着他的肩头就要吻他，帮我解药。秦君夜自然是知道这个药怎么个解法，看着他已经动情的眸子，他忍不住心里猛地颤了一下，他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等一下，你不愿意？当然不是，他想疯了好吗？而且这种事儿他根本就是在所不辞，哪会有不乐意的？你先忍一下。就抱起来往外走。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带你去个地方，这一次我说什么都不许再有人来打断了。江宁儿这才明白了他的用意，知道他是被前2次弄怕了，最后终于到了他说的地方之后。秦君夜，你有病是不是？这个老六居然把他带回了他们2个第一次的破庙里。上一次我什么都看不见，但这一次我想弥补回来。江宁儿听到这话，忍不住两眼一翻，要了命了，他这什么该死的仪式感呢？宁儿，你好美。这一夜很长，且有了爱意的加持，2人比第1次更加缠绵悱恻。等到江宁儿悠悠转醒，已经是4更天了。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他已经不在破庙里了，而是正浸在一个十分舒适的温泉之中。醒了？我们现在在哪儿？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来了？没去哪儿，我们就在破庙旁边。什么？该不会温泉是你弄出来的吧？秦君夜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之前他让清玄暗中准备的就是此事。他拿了块糕点递到他嘴边，你先吃点东西，边吃我们边说。糕点又是哪来的？自是叫人送来的。什么？这里还有人？怕什么？有我在，我怎么可能叫旁人看到你这样？糕点是在我们来之前我就叫人备上的，我的人守在了翠微山的各个出入口，所以山上现在只有我们2人，没别人。难怪他说这次不会让人打断了，没想到竟然是直接封了山。如此，江宁儿松了一口气。第2天太阳高照的时候，魏瑶才睁开眼睛。小姐，不好了！出什么事了？小姐，清河府李家的叔侄俩要来了。什么？他们怎么来了？小姐，你怎么了？云香，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回到房里的？黎哥哥送我回来的吗？奴婢也不知道啊。奴婢奉小姐的命令，本是把那个秦六爷引到了后山，却突然就晕了。再醒时，天都几更天了。我再回来，看到小姐已经安然的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呢。那黎哥哥现在人呢？你快帮我去找他。黎哥哥说过，这事他会给我撑腰的，他不会让我嫁的。掌门跟那个秦六爷好像是一起出去了，昨天一夜没回呢。居然一夜没回？魏瑶抓了抓脑门，有些失望。听起来那个药吃下之后，黎哥哥好像跟之前也没什么区别呀。这时有人传话，说是老堂主有事儿找他。魏瑶闻讯便赶紧换了身衣服，去到青龙堂见外公，想说一定得聚了这门亲。结果没想到李家叔侄竟是已经到了。哟，瑶瑶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成大姑娘了呀！瑶妹妹，真是好久不见了。但魏瑶看见这俩人，连忙躲到了外公的背后，连招呼都不想与这2人打一个。龙渊见状尴尬了一下，只能说魏瑶怕生，勉强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让人先上菜吃饭。李旭坐在魏瑶的身旁，时不时的给他夹个菜，想要与他示好，但魏瑶就像是全当没看见一样，低着头埋头干自己的饭，沉默寡言的，一点都不似往日活泼的模样。最后龙渊给叔侄2人安排了一个客房，便先让人送他们下去休息。外公为什么还要留他们住下来？瑶瑶啊，别人原来是客，你刚才的态度是不是有些太不讲礼貌了呀？李家怎么说也跟你爹娘是老交情，李二叔也算是你的师伯才是，李旭更是你师兄呢。外公，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嫁给李旭？我都说过我不喜欢他，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李哥哥可是答应过我的，我若不喜欢就是可以不嫁。婚姻大事不可任性呢。外公瞧着那个李家世侄就很不错，人品端正，面容气质都不俗，你都不和人相处一下就说不喜欢了，这可怎么行啊？我有喜欢的人了，我喜欢的是黎哥哥，要嫁我也只嫁他。瑶瑶啊，我懂你的心思，可问题是掌门他只把你当妹妹呀。这怎么可能？
黄雀本是漫不经心地躺在树干上，翘着二郎腿，远远地关注着他们刚才吃饭的花厅，但瞧见魏瑶顾着跑走的背影，眉目紧锁。黄雀悄悄一路跟着，一跃上了他的房顶，然后掀开了一片瓦片，瞧着里面的动静。只见魏瑶坐在那儿，整个人哭得一抽一抽的，眼睛鼻子都哭红了，模样十分的可怜。看到这个场面，只觉得看到魏瑶哭，他也有些心烦意乱，想说怎么才能让他不哭呢？于是他想了想，飞身赶紧下了趟山。黄雀去山下买了些东西，再回去时正好看到魏瑶一脸黯然伤神的往外走，他没多想，即刻就跟了上去。魏瑶一路来到了山顶，黄雀本还奇怪他来这儿做什么，结果看到他朝着山下突然弯腰而下，黄雀第一反应就以为他要跳崖，惊慌的箭步而出。魏瑶，而魏瑶没想到这里还有人，被这声音吓了一跳。黄雀虽拦腰抱住了魏瑶，可二人脚下都踩了空，紧接着便一起掉了下去。二人的运气还不错，在摔下的过程中被一棵大树给兜了一下，这才不至于摔得太严重，但是还是都晕倒了片刻。魏瑶先醒了过来，就瞧见了近旁的少年郎，他愣了一下，很快就认出了这是那天假装英雄救美的人。你醒醒，醒醒！被魏瑶用手指戳着轻摇了片刻后，黄雀终于悠悠转醒。魏瑶，你没事吧？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我是秦六爷的下属，我叫黄雀，是秦六爷安排我跟着你保护你的。秦六爷，他为什么要派人跟着我？黄雀以为魏瑶是为情所困，所以自杀，于是为了断了这小丫头轻生的念头，干脆什么都给她讲了。魏瑶，世间好男儿千千万，你真的没必要为了你的离哥哥而想不开，而且你离哥哥其实也不是你离哥哥，而应该是你离姐姐才是。你是说离哥哥其实是女子？他这次回鬼谷门，其实一是为了回来看你，二次是要告诉你她是女子这件事只杀于你们鬼谷门内，现在人还一直不齐，他准备等人齐时再一起宣告他。所以现在明白了吗？你离姐姐跟秦六爷其实是夫妻，你离姐姐把你当亲妹妹看待，所以我主子其实是你姐夫呀。魏瑶觉得这个真相来得有点料想不及，可再细细一想，好像一切都合理了。原来竟是这样，所以知道后你应该不难过了吧？难过？既然知道她是女子，我还有啥好难过的？而且我也早就接受了离哥哥不喜欢我的事实了。既然你放下了，那你还跑去自杀？谁说我要自杀了？我是眼睛哭肿了，觉得不好看，想去摘草药热敷一下，结果刚弯腰你就冲出来喊了我一声，这才吓得我失足的。黄雀闻言愣怔了片刻，搞半天原来是他误会了。那好吧，你没有想不开就行，那我们回去吧。魏瑶刚起身，脚踝就传来一阵剧痛，惊叫了声就跌坐了回去。怎么了？我好像脚崴了。上来吧，我背你。魏瑶小心翼翼地趴了上去，这女孩子好轻啊，以前她也背过负伤的兄弟，但跟此时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她身上似乎还有着甜甜的香气，像春日里的铃兰一样，十分的好闻。她突然一下就明白了王爷为什么老喜欢抱着王妃了，原来女孩子竟是这般香香软软的呀。二人走了一会儿，魏瑶耳尖微动了一下，似是听到了什么异响。等一下，前面好像有人来了。魏瑶拍着黄雀，让他赶紧找个地方隐匿起来。黄雀虽不明白为何要躲，但还是照做，带着魏瑶躲到了一个灌木丛后。等看清来人后，居然是李旭和他二叔。李旭是谁？清河府李家，是我的说亲对象。什么？这小白兔已经说亲了？黄雀侧头瞧去，就看到魏瑶趴在灌木丛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人看。不知为何，黄雀的心里莫名堵了一下。既然是你未婚夫，那要不我还是把你交他手上，让他送你回去吧。什么未婚夫？你别乱讲，是我外公硬要给我说的亲，我可没同意。没同意？那你现在这样偷看他是为什么？我是觉得奇怪，这里是鬼谷门后山，平日连我们门中人都不会来，他们两个来做什么？黄雀和魏瑶蹲守了一下，发现不仅是李家叔侄，竟还有一行黑衣人。没人跟着你们吧？大人放心吧，这里偏僻，我们出来时很小心，没人会注意我们。怎么样，李公子的事情还顺利吗？那个魏瑶根本不愿意搭理我们刚才来之前，我还特意想去再找他熟络一下，结果居然被他的丫鬟拦在了院外，说什么都不让我进。不就是个野人窝子里长大的臭丫头，居然还真他妈把自己当成大家小姐，他以为他算个什么东西？听到这话，黄雀不免露出诧异的神色。没有想到我们李公子这种情场高手也有拿不下的女人呢。大人，
人，我们今日刚来，还有时间可以跟那个魏大小姐多接触。是啊，还请大人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你们不用这么紧张，三皇子与二皇子那个蠢货可不同。三皇子行事向来缜密算谋，也不是这般心急的人。他叫我来，并非是斥责你们，而是要我来协助你们的。不知三皇子有何指示？你们也知，三皇子的用意是要让鬼谷门的力量能够为他所用，而现任的鬼谷掌门却不许鬼谷门参与皇室斗争，所以才将心思动在了前任掌门的独女身上。这位大小姐是在鬼谷门众人宠爱下长大的，她在鬼谷门众心里的地位可一点不会比这位只来了几年的新掌门差。再加她的外公还掌管着整个青龙堂，李公子若能成功娶了她，叫她对你言听计从，到时候再有三皇子在背后推波助澜，推翻现任掌门，由李公子这个姑爷继任掌门之位，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我还有消息得知，这个魏大小姐前几日去了永州赌街，据说赌术惊人，李公子将来哪怕只是虚情假意的哄着骗着，让他替你赌几把，那大把的银子还不是如雪花一样的飘来。那个龙渊对我倒是很满意，可就是这个魏瑶，你对他温柔小意吧，他却净给你白眼。小爷我降服的女人没有100也有50了，还从未见过如此不识抬举的女子。我倒有一计，既然他不喜谦谦君子，咱们给他来个英雄救美如何？英雄救美？我的人可以偷偷将他从鬼谷门里劫出来，到时候再让李公子前去营救，之后你只需要想法子跟他待上一夜不归，到时候孤男寡女在外共处过一宿，为保女子名声，他外公一定马上就会应下这门亲事，甚至巴不得你快些娶她呢。此计甚好，旭儿，咱们就这么干。没错，到时候不管他喜不喜欢，他想不嫁给我都不行了。黄雀将一切听了进去，不自觉的就捏紧了拳头，机关禽兽。他没想到，居然还真有人故意作局，用英雄救美诓骗女孩子信任的人，简直是卑鄙无耻。幸好他们现在发现了，不然魏瑶真被这种人渣骗去了，那还得了。惊蛰之际，天空一阵震耳欲聋的春雷响起，灌木丛后的二人听得正认真时，草丛耸动了一下，钻出一条被雷声惊得乱窜的青花大蛇。有蛇！什么人在那儿？黄雀此时顾不上什么难得不难得了，整个横抱了起来，脚尖一点，迅速带着他离开。确定没有人跟来以后，黄雀才停了下来。他第一反应就是想把抱着的魏瑶放下来。没有蛇了，你别怕。真的吗？真的，我不会骗你的。黄雀将他放了下来。上次你遇山匪围剿都不见你害怕，没想到你居然会怕蛇。我最怕的就是蛇了。见魏瑶还是一脸有些惊魂未定的样子，黄雀从怀里拿出他先前去山下给他买的那包东西，吃一颗下下精。是唐山楂，你身上怎么会带着这个？你也喜欢吃吗？我怕酸，我从来不吃山楂，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你今日不是在屋子里哭了好久吗？那日你去赌坊，我瞧你除了赌钱，唯一就买了这个，想着你应该喜欢。我本来是准备偷偷放你房间桌上的，结果看你出门，这才跟着你去了山顶。原来那天你跟着我就是为了保护我，我还以为你是赌徒，是图我的钱呢。魏瑶，你以后千万别再去赌坊露面了，你刚也听见了，你的赌术很容易给你带来麻烦。我记得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去了。黄雀看到他这么乖巧的样子，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小白兔其实还蛮听话的嘛。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个李旭有问题？也不算知道，就是隐隐觉得他一定不是个温柔的人，但我喜欢对我温柔的人，所以我不喜欢他。你怎么看出来的？我听他们刚才说李旭不是对你很温和吗？我对李旭有阴影。我父母跟他家有些交情，小时候我见过他，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玩时捡到一只流浪猫，我就是信了他一脸温和有礼的样子，把小猫交给他照顾，结果被我在门缝里瞧见，他很开心的把那只猫虐杀掉了。虽然那个时候我只有4岁，但那个画面就一直留在我脑袋里。后来我与爹娘说，可他们都说他是个谦和有礼的孩子，还说定是我看错了。所以在得知外公说亲的居然是李旭时，魏瑶就生怕外公被那家伙的外表给骗了。我装病把黎哥，不是李姐姐叫回来，也是因为我觉得李姐姐见多识广又精明，一定能看破她的伪装。只是没想到她真是比小时候更恶心了。不过他们刚才的话我有些听不懂，他们说的三皇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鬼谷门的力量？你就这样想，三皇子就是个毒蛇一样的人。那得想法子把这个事情赶紧告诉李姐姐才行。没错，上来吧。黄雀再次背对他蹲下，示意他趴上来，好赶紧带他回去。结果魏瑶不急着让他背，而是拿出一颗唐山楂递到了黄雀嘴边。
你也吃点东西，补充一点糖分再背我吧。回去的路还有好远呢。李姐姐教我的，说是运动量大的话，可以补充一点糖分，才会有能量。不了，我实在不喜欢吃酸的。糖山楂一点都不酸的，黄雀哥哥，你就试一颗嘛。这一声娇滴滴的黄雀哥哥，叫得黄雀半个身子都麻了。他抵抗不了，只能强忍着对酸味的不喜，眯缝着眼吃下。结果几口之后发现，居然真的还好。怎么样，好吃吗？是不是不酸？黄雀看到他笑得那么高兴的样子，顺着他的话点了点头。其实多少还是有些酸味的，只不过他笑起来的样子可以甜过一切。电闪雷鸣，大雨开始倾盆而下。江宁儿焦急道：“怎么样，找到人了吗？”我们把整个鬼谷门都找遍了，到处都找不见瑶瑶，还有今日刚到的那个清河府的李家叔侄二人，说是也找不见人了。瑶瑶不会是跟那个李旭在一起吧？先别急，黄雀也寻不到了，我猜他定是跟着魏瑶的，只是他们现在或许是被大雨困住了，一时回不来而已。是啊，掌门，黄雀小兄弟虽然年轻，但身手非凡，如果有他在瑶瑶身边守，瑶瑶应该是安全的。后山呢？后山你们可去找过？但后山什么也没有啊，荒郊野岭的，瑶瑶去那做什么呢？管他做什么呢？既然没找过，就去好好找一找。既然正门的人说没看到瑶瑶出去过，那瑶瑶就只有可能还在山上。但是后山那么大，掌门，我们要去哪个方向找啊？叫所有兄弟们兵分解路，先找了再说。龙渊找来时，正好听到最后几句话：“掌门，让老夫跟你们一起去吧。”老堂主，你本就腿脚不好，后山路陡，你就在门内等我们消息吧。我就剩瑶瑶这个孙女儿了，是我不好，非逼着她说亲，她定是气我才跑出去的。掌门，你就让老夫跟你们一起去吧，否则我这颗心哪里能够安定的下来呀？那老堂主，你跟我一路，孙玉，你跟其他兄弟再分几路。我跟你一起，等雨小些，黄雀定会跟我放信号弹。好，我们现在就去后山。正如他们所想，黄雀和魏瑶确实是在回来的路上被大雨给困住，二人只得先寻了个山洞避一避雨。还冷吗？我其实没怎么淋到雨，倒是黄雀哥哥，你为了护着我，你都淋湿了，你不冷吗？你也坐过来一些啊，别坐在风口处，我在我这边呢，你坐那么远，你烤得着吗？我们还是离远些好，你还没嫁人呢，男女授受不亲，传出去我怕对你名声不好。你都背着我走了一路了，还跟我谈男女授受不亲，你不知道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的吗？你还是拘一下比较好。我是怕你一直这样湿着会感冒的。我没关系，我不冷。魏瑶一脸的我没说错吧那表情看着他，黄雀吸了吸鼻子，想着他要是真感冒的话，等雨停怕会没力气背魏瑶回去，于是他起身就朝外面走。哎，黄雀哥哥你去哪儿？外面下大雨呢。我记得来的路上瞧见过有个石缝里有草药，以前我们在外淋雨时都是吃那个草药，就可以防止风寒，我去摘些回来。黄雀从腰间拿出一个东西丢给魏瑶，这是信号弹，不过被雨淋湿了，你帮我放进旁边烘一下，等信号弹能用了，我就给六月发信，你李姐定担心你呢。那你快去快回哦。放心，我很快就回来，你就在这里别乱跑。说着，黄雀迅速离开了山洞。魏瑶抱着双臂蜷缩在火堆旁，如今已经子时，他的困意开始渐渐袭来。他小眯了片刻后，听到有声响，瞬间清醒了几分，是黄雀回来了。可很快，他耳尖微动了一下，听出脚步声不对，听声音并不是只有一个人。这该死的雨怎么说下就下？正好有个山洞，咱们先躲一下，等雨停了再走。魏瑶听见的声音，整个人一惊，这不是黄雀，而是李旭和那个黑衣人首领的声音。魏瑶，瑶瑶，我们可算是找到你了。不知道你外公都急疯了，我跟你旭哥哥知道你不见了后，就赶紧找了些朋友一起来找你。是啊，瑶瑶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快跟我们走吧，我们送你回家。你们别过来，你们是想害我，你们不是好人。魏瑶无助地看着山洞外的一片黑暗，心里不住地喊着：黄雀哥哥，你快回来啊！瑶瑶妹妹，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虽还未正式成亲，但我这次就是来上门提亲的呀。虽然还差些礼仪，但我们已经交换过庚帖了呀，我基本就是你的未婚夫了。夫君又怎么会害你呢？李旭，你少装了！你想娶我是为了想要鬼谷门掌门的位置，你想要鬼谷门去帮三皇子那个毒蛇，我告诉你不可能，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刚才灌木丛后的人，莫非就是你？魏瑶心道，糟了，拔腿就想跑。抓住他，绝不能让他跑了。既然已经被他知道了，那就干脆直接挟持了他，一样可以拿住鬼谷门。他趁机赶紧拉动了黄雀留给他的那个信号弹，咻的一声，白色的烟火直朝山洞外而去。臭丫，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将他扯了回来，反手就给了他重重一巴掌，将他打翻在地。别过来，别过来！臭
婊子，敬酒不吃，那小爷我就让你好好的尝尝罚酒。李旭拉着脚腕就要将魏瑶扯回来，魏瑶挣扎着，却根本不是一个高大男人的对手。李旭将魏瑶钳制在身下，啪的又是一巴掌，魏瑶嘴角直接开始渗出血来。他被这2下打得脑仁嗡嗡直响，瞬间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但李旭还在狞笑着，抓起魏瑶的衣领，把她从地上拎起来，还想再抡她一下。一支乌金长剑划破长空，直接将李旭扬起的那只手掌刺透，并将其一下钉在了山壁之上。魏瑶，黄雀一身湿漉漉直冲而来，将魏瑶扶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魏瑶。黄雀哥哥。这一哭让黄雀整个心境彻底崩了。他猛地起身，将剑拔出后，一脚就将李旭踹得撞到了山壁上。哪里来的臭小子，都给我上！杀了他，我们都得死！数个黑衣人奋拥而上，黄雀一人抵之。他的剑术虽比不得秦君夜的强劲，却异常迅捷。紧接着，黑衣人一个个的倒下。趁着黄雀专心打斗之际，李家二叔赶紧将李旭搀扶起来，带着他先行离开。终于将最后一个黑衣人也消灭。黄雀身上已经不知道沾染了多少血腥。他本想去追李家叔侄，黄雀哥哥，你别走，不要再走了。这一声让黄雀迅速丢了剑，就朝魏瑶跑去。他刚蹲下，魏瑶就一把扑上来，抱住了他。我身上都是血，我会弄脏你的。但魏瑶不听，只是抱他抱得更紧了。是我不好，我不该离开他，但现在已经没事了，你别怕。你别走，别再留我一个人了。我不走，我不走，我就在这守着你，我哪里也不去了。另一边，魏瑶的那枚信号弹虽然时间很短，但还是被秦君夜敏锐地捕捉到。他们一行人朝着刚才出现短暂光亮的地方寻去，正好遇上了互相搀扶着跌撞而来的李家叔侄。你们二位怎么会在这里啊？还有李旭，你的手怎么了？老堂主，你们家瑶瑶遇到了山贼，我侄儿要保护她，但是我们毕竟只是个文人，实在不敌，我正要去找你们帮忙呢。是，看到你们就太好了。老堂主，快别耽搁了，快去救瑶瑶，他们就在前面的山洞里，去晚了恐怕瑶瑶要出事啊。龙渊闻言，当下便顾不上管李家叔侄二人，连忙带着人马上前准备去对付山贼。而江宁儿和秦君夜瞧见李旭红着的眼和手掌上的伤后，都觉出一丝奇怪。你不用跟，盯着李家二人就行，别让他们2个离开鬼谷门境内。然后才与秦君夜快步跟上了龙渊人马的步伐。好不容易到了山洞，看到满地的尸体，龙渊面容大震，紧接着里面就传出魏瑶和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可是我真的好疼啊！这个疼都是避免不了的，你稍微忍一下，一会儿就过去了。你轻点啊！好，我轻点，但是你别乱动啊，你一动我就找不准位置了。龙渊听着里面的对话，忍不住开始想入非非，更是气得握紧了自己的龙头杖，直接冲了进去。黄雀迅速将他刚才被李旭打得摔在地上错位的脚骨掰正。这时江宁儿和秦君夜也刚刚赶来，就看到龙渊一杖直接狠狠打在了黄雀的脑袋上，黄雀应声就倒在了魏瑶身上。我去，黄雀！黄雀哥哥，老堂主，他是我的人，不是山贼。什么？见黄雀倒地后，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了。李姐姐，你一定要救黄雀哥哥呀！江宁儿微微愣了一下，奇怪，本是属于他的哥哥称谓，怎么一日之间就转移到黄雀身上去了？不过现在救黄雀要紧，他探了探黄雀的脉象，快弄副担架来，赶紧把黄雀先送回去。惊雷过去，大雨也停了下来。江宁儿推开房门出来时，魏瑶急忙问：黄雀哥哥如何了？不太好，他身上有伤，又淋了雨，伤口有些感染。不过这些还都是小事，最要紧的还是老堂主的那一棍子伤了脑子，恐是难行。哎呀，老堂主你也真是的，下手前也得看个清楚呀。黄雀小兄弟年少有为，怕是要断送在你这一棍子上面了。是老夫的不是啊，是老夫的错呀。掌门，你可定要救这个小兄弟啊！只要能救他，让老夫做什么都可以。是啊，李姐姐，黄雀哥哥现在这样，完全是因为我也愿意对黄雀哥哥负责。我已经尽我全力了，但你外公这棍子实在太狠，我虽能保住黄雀性命，但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呼吸但只能躺着的活死人了。真的没法子让他醒过来吗？江宁儿两眼望青天，做无奈状。我也没有呢，所以这样，瑶瑶你也愿意对黄雀负责吗？我愿意，他要是不行，我就照顾他一辈子。瑶瑶，你可知道照顾他一辈子意味着
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是不嫁他，怕是没人敢娶你喽。不娶就不娶，就外公想我嫁的那些人，我一个都不喜欢，他们都没黄雀哥哥对我好。江湖中人要讲一个义字，小黄兄弟若真是一直不行，那我们爷孙二人也确实有责任照顾他这一生，但还是希望掌门能够想想法子。老夫实在不想他这般的英雄少年就此损在我手上啊。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我也再想想法子好了。江宁儿重新回到了客房，秦君夜正坐在黄雀的床边。黄雀当真这么严重？当然没有，黄雀壮得跟牛似的，身体好着呢，他就是太累了，可能需要好好睡上1、2日恢复一下，之后就无大碍了。那你为何那样与他们讲？原因之一自是为了让老堂主知道自己执意以为是为了瑶瑶好而给他说不喜欢的亲，这是有多错误。原因之二嘛，也是试探一下瑶瑶的态度。王爷，我们家瑶瑶刚才都说了，愿意对黄雀负责一辈子的，那你们家黄雀呢？这话何意？我可是听瑶瑶说过了，黄雀背过她，抱过她，还给她正脚，两人算是共处一夜，且有一定的肌肤之亲了，黄雀不得也负点责？但你确定他们两个有这个意思？你该知道，魏瑶喜欢的是你。那是之前，她现在都喊我李姐姐了，自是知道我的身份了，而我这个做姐姐的，自然不能让妹妹吃亏，是不是？我自是没异议，但你还是得看黄雀他们的意思。说黄雀无意的话，我也没法逼他。这事确实得等黄雀醒来后，跟他好好谈一谈才行。二人说话间，外面来报，说是把逃走的李家叔侄已经抓回来了。不过李家二叔在逃跑中自己慌乱摔下，撞了山石死掉了，只运回来了尸体，活着的只有李旭一人。江宁儿疾步走到关押李旭的地牢后，二话没说，直接朝李旭的胸口一脚踹了过去。说你是哪只手碰的瑶瑶？我没有，不是我伤的他，是那些黑衣人，不是我。不说是吧？江宁儿袖中古刀一出，手起刀落，直接将李旭双手齐腕砍下。别杀我！别杀我！我爹当初可是救过魏瑶夫妻性命的。你们江湖中人不是最讲道义的吗？你们要是杀我，鬼谷门就是不仁不义，所以你不能这样对我。哼，真是亏得李公子居然还有脸把你爹搬出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记恨你爹把家族之位传给你大哥，便联合你二叔密谋将你大哥杀害，又将你爹毒害的至今都昏迷不醒，这才夺得了家产。但你成了继承人后，却挥霍无度，沉迷声色，几乎要将家底败空。你爹当年确实是个人物，却没想到本也久负盛名的清河府李家，最后落到你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手上。放心，像你这种人，直接杀了你都是便宜你了。来人，把他给我关进蜀牢，关够3天3夜，再把他丢出鬼谷门境外。蜀牢，光听名字，李旭都能想象得到是什么样子的地方。不要，掌门，你放过我吧，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但可惜江宁儿是个护短且不讲道理的人。等到黄雀醒来，已经是2日后了。他迷蒙着，刚睁开眼，就看到魏瑶趴在他床边正安睡着。他惊了一下，完全没有想到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魏瑶的脸已经看不出被打的痕迹，但是嘴角还有着淡淡的轻呼。他忍不住用手指轻抚了一下魏瑶的嘴角。魏瑶感觉到异样，很快就睫毛轻颤着醒了过来。太好了，你真的醒了，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魏瑶一激动，忍不住抱上了他。与此同时，江宁儿算准了黄雀醒来的时间，早就准备好了药，跟秦君夜一起来看他。结果一推开门，就看到了2人相拥的画面。醒了，先喝药吧，我来喂他。黄雀这才明白，当初王爷为什么要装虚弱，让王妃喂药了。看到魏瑶拿着汤勺凑近他嘴边，他也很想不要脸的装作自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被2个主子这样看着，他实在是有些遭不住，还是从魏瑶的手里夺过碗来。我还是自己喝吧。二话不说就一口闷了下去。天哪，这个药也太苦了吧！我还从未喝过这么苦的药。良药苦口，里面可是放了老堂主本来准备留给自己养老的一株千年人参。黄雀一听，居然有千年人参，那大补啊！连忙又端起碗，把剩下的一点药渣也吞了下去。魏瑶拿出一颗唐山楂，递到他嘴边。压一压苦。黄雀没多想，张嘴就咬下去。
去了。结果太着急，他不小心含住了魏瑶的一小截手指，还轻咬了一下。这一下不疼，但却是魏瑶从未有过的感觉，整个人顿时如被电击一样，迅速红着脸把手收了回来。我不是故意的，快给我看看。黄雀将他手抓了过来，瞧了瞧，发现还好没把他咬伤，这才松了口气。一旁的江宁儿看到这一幕，笑得那嘴角都咧到耳朵根了。真是万万没想到啊，晋王府里除了秦君夜，第二个脱单的男人居然会是年纪最小的黄雀。看着他跟魏瑶在一起时，却发现两个人其实还挺般配的。魏瑶清新可爱的像春日里的铃兰，黄雀则朝气蓬勃如旭日里的暖阳，二人都是青涩懵懂的年纪，小小的接触就让人怦然心动。这2日鬼谷门已经聚齐，江宁儿也将自己是女儿身的身份告诉了所有人。她跟秦君夜是晋王和晋王妃夫人的事情，单独跟几个堂主还有魏瑶说了一下，并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她现在已经是女装在门内游走了。王爷，你说我们还去江南吗？黄雀虽醒了，但是怕还得养上10天半个月才能恢复呢。怎么，你想爽约？我不爱了，我可以。你们2个要去江南就自己去嘛，干嘛非要带上黄雀哥哥？他有伤，也没办法行使护卫之责啊。瑶瑶，你前些日子可不是这样讲的，你之前还要我带你一起呢，现在都不留我了不说，还想赶我走，你这可太伤我的心了。前些日子我不知道你们是夫妻啊，要早知道我才不在中间插一脚呢。但黄雀哥哥要是现在这样跟着你们，肯定没法好好休养的。姐夫，你就让黄雀哥哥留下来，就当……你刚才叫我什么？姐夫，姐夫，世界上最好的姐夫。你看你这个当姐夫的，这次也没给我带什么见面礼，你就把黄雀哥哥留给我几天，当做给我的见面礼好不好？既然如此，黄雀呢这阵子也就留在鬼谷门当一当本王的见面礼吧。王爷，您不会是不要我了吧？本王是要你留下来保护魏大小姐安危，直到我们从江南回来。你既然不愿意，本王换签名来就是，你给我滚回王府养伤去。不，我愿意，属下遵命。稍微又休整了2日，江宁儿和秦君夜也终于要离开鬼谷门去往江南。没了黄雀，他的职责自然要有人顶上，就换了签名来。签名将2个主子的东西放到马车上后，便跟前来送行的黄雀和孙玉打招呼。脸色这么难看，你这次真伤这么重？所以我才要你来啊，你可替我尽好护卫之责。放心，交给我吧。我听说王妃还有个妹妹，怎么没见人过来送送？你要见王妃妹妹做什么？这不是老看主子撒狗粮，也想有点盼头吗？黄雀眼角抽了抽，虽知道签名说的不过就是他们平日兄弟间关系好的玩笑话，但现在一听，黄雀就忍不住踹了签名一脚。快走，别让主子等你。总觉得黄雀这脚怎么不像玩笑啊，倒是带着些真情实感。不过他也没有多想，冲黄雀挥了挥手，就坐上了马车，拉起缰绳。马车缓缓朝着江南行进。离开了鬼谷门后，二人的蜜月之旅才算真正的开始。3日后，达达的马蹄到达了小桥流水、四季如春、烟火气息鼎盛的江南。秦君夜在路上就早就让人准备好了一处江南别院。不能想点别的吗？不行，你刚才那般撩拨我，就该想到要还的。但现在还是白天呀。秦君夜进屋之后，用脚将门踢着一关。那我们就一直到晚上。你这次温柔点。为父遵命。二人进屋时，晌午刚过，等江宁儿小睡了一下，天色已经暗下。腰还疼吗？江宁儿没说话，许是开始有经验了。这次他又很温柔，不像前几次那般没有章法了，并没有弄疼他。我肚子饿了，那让小厨房给你弄点吃食。反正时间还早，我也睡不着了，不如我们去街上买点小食，然后去听夜戏吧。听说这里有个水上夜戏，咱们还没去过呢。行，都依你的。江南不似京中夜里有严格的宵禁，所以夜生活格外的丰富多彩。江宁儿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欣赏着对面戏台上的演绎，眉毛越拧越紧。怎么听个戏还听出脾气来了？这个王家小姐是不是没脑子？张生都那样对她了，她还要等？她等个屁呀！张生明明都答应了，一定会娶人家的，结果自己老娘说了几句什么门不当户不对，他转头就去娶别家姑娘了。对付这种负心汉，就应该先阉后割，割完再阉，反复鞭尸。我要是这王家小姐，一定把这张生头给压拧断。什么破编剧，会不会写戏文呀？真是气死我了，还不如我来写呢。
呢。那如果你来写，你会让这个王家小姐如何？如果是我来写的话，张生的娘亲拿钱砸他，说让他离开自己儿子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把钱拿走。不仅拿走，我甚至还要讽刺张生的娘亲说，你儿子就值这么一点钱，然后用张生不可告人的小秘密跟张生娘亲讲价，让他多加点。拿到钱，然后呢？然后王家小姐就启动资金了。既然她心灵手巧，善做衣裳，那就开个服装店呀。先找10来个又大又白的小姐姐，穿着她做的衣服，就开始在街上走秀。大家看着效果好就会买，这家店的生意就能慢慢做起来。之后就开第2家、第3家，最终目标就是7国连锁。店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维多利亚的秘密。维什么咪？没错，简称就叫维咪。从此我就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拥有100万财产，成为成功人士。闲得无聊了，再钱养他18个男宠，每天霸总、奶狗、年下忠犬换着来。至于那个什么狗屁张生，让他去死好了，死渣男，别来沾边儿。哦，还18个男宠。江宁儿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完全没有发现秦君夜眼神里的变化。18个好像是有点多哈，那就5个好啦。1周7天，得给自己留个周末休息一下。哎呀，王爷，你干嘛打我呀？看不出来爱妃身体还挺好，1周可以有5天，看来我们以后也可以按这个进度来。我是说的王家小姐，不是说我啦，戏文而已，你别当真呀。是吗？但我看爱妃刚才说的那么认真，后面的自称都是我了，恐怕这种生活是你的心之所向吧？江宁儿心虚的笑了笑，这种生活确实是他以前的心之所向。你还真的想过养男宠？哎呀，那是认识王爷你之前异想天开嘛，认识王爷之后，我就只想过养王爷一个人。其实我第一次睡王爷时就动过念头，觉得要是能把你拖回去当我的男人就好了。那你怎么没行动？我怎么行动呀？王爷你是不记得你第一次见我时有多凶了吗？也就是我那个时候有足够的色心壮胆，不然我才不敢睡你呢。那现在呢？现在我哪敢呀，而且我心里满满的都只有王爷一个人，放不下别人了。谅你也不敢。二人打闹间，台上张生与王家小姐的这出戏已经落幕。坐在二人不远处的一桌老戏迷，这出戏看了这么些年了，还是当年夜莺演的王家小姐最为传神。是啊，当年夜莺一哭，真的我心都在颤呐，至今我都还能记得呢。哎呀，只可惜呀，自从18年前她被带走之后，就再没有一个人演得出王家小姐的那副我见犹怜的劲儿喽。江宁儿听着几个人说的，心里表示赞同。他也觉得刚才这个王家小姐的演技差点火候，于是他也凑过去问了句：几位老先生说的夜莺是谁呀？小姑娘，你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吧？居然连夜莺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江南红极一时的大花旦。当时多少人重金就盼着看他一出戏，多少公子守在后台就想抚一抚他的衣角呢。那他这么红，怎么不唱了？你们说他18年前被带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呀，被个京城的大官看中，带到京城去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那个京城来的大官出手可阔绰了，送的花送的礼，足以把我们现在这些座位都给占满了。嚯，这么大方！他那个时候还时常包场，就让叶莺演给他一人看，那几日我们都进不来呢。你说的这个我有印象，当时我们这里街头巷尾都是在议论此事。我记得当初赌坊甚至有赌局就下注说这个大官到底能不能把夜莺给拿下。我当时还下注说不会，结果赔了我1两银子呢。先生，你都说那大官这么大手笔了，你怎么还压不会啊？哎呀，那是你不知道其中的缘由。我们这些老戏骨天天在这戏房里，他们的一些关系我们摸得可清楚了。夜莺可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江宁儿两眼放光，哦了一声，哎呦，还有3角恋啊，这有意思有意思啊。当时我也是在赌夜莺到底是眷念这多年
年情分，还是会更盼望京城中的富贵荣华。哎呀，但可惜呀，不过1个月的时间，夜莺在这种糖衣炮弹之下，就跟那个金钟大官去京城了，就此隐退。哎呀，若他留在江南，就算不是跟他青梅竹马的师兄，以他在我们这儿的名望和那么多的追慕者，在江南商户绝对是有可能成为大户人家的正妻的。是啊，但在京城那种门第强烈的地方，以他戏子的身份，顶多就是个妾了。也不知夜莺现在如何了，可有后悔当年的抉择呀？那个京中大官姓什么呀？几位老先生可还记得？好像是姓江，我之前听到夜莺这么喊他来着，就是不知是江湖的江还是生姜的姜。江宁儿带着疑问又窝回了秦君夜怀里。京中有姓江的官员吗？江湖的江没有，生姜的姜倒是有一个。谁啊？干什么的？我见过吗？你姓什么呀？我姓……我靠，不会是我那个渣爹吧？这还真是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呢。所以极有可能当年在这儿一掷千金博红颜的就是江映初。有可能，但也不一定。18年前的话，江家倒是还有一子。看到江宁儿一脸的茫然，秦君夜失笑：你自己家的事，你竟全然不知？我那么小就被他们丢去义庄，如果不是替嫁，我本来是准备这辈子都不会再与沛国公府有往来的，自然也没兴趣去打听过他们。但听王爷你这么说，我其实还有叔伯。没错，如今的国公爷其实只是次子，江家当年还有一个十分了得的大公子。既然沛国公府当年有不止一个儿子的话，我爷爷就是脑子被门夹了，还是被下降头了，居然会把国公的爵位传给我那个屁用没有的渣爹。我那时也还小，知道的不算多，只偶有听闻当年这位江家大公子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国公世袭爵位也本来属于他来继承，只可惜也就是差不多17年前的时候，他在一次战役中担当主帅，仗虽然打赢了，但他却死在了前线。老国公伤心过度，在得知消息的当下就中风惊厥了过去，半年后撒手人寰。所以江映初其实就是走了个狗屎运呢，什么都没做，结果爵位直接砸自己头上了，他也运气太好了。现在看来确实是运气很好，老国公是天楚开国3大功臣之一，颇受祖父重视。那位大公子也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据说当时在整个天楚国都是数1数2的大才子。当年的沛国公府在京城可以说是风头无二，只可惜天妒英才，最后由你父亲接手，沛国公府才会是现在这种样子。但听你这么说，我那个大伯既然这么厉害，也不太像是会跑江南来大费周章泡妞的人呀。江宁儿觉得这种事情就很像是江映初会干的事儿。听了2场戏后，江宁儿便困了，靠在秦君夜的肩上便睡着了。秦君夜招了招手，本在暗处的千明就赶紧上前来，让马车停到西房门前来。是。出来时，江宁儿说想看夜景，便没有坐马车。表姐，这就是我们这最出名的戏坊了，你等下可要好好瞧瞧。真是有劳表妹这几天一直陪着我了，我瞧着江南富庶又热闹，若不是怕爹爹担心，我真想来了就不走了呢。表姐若是喜欢，日后常来就是了，都是自家姐妹。说话的2个小姐便是江南巡抚于大人的幼女于心媛和跑来江南避避风头的林月寻。她与于心媛互相寒暄着，就走到了看台来，正好看到了秦君夜抱起江宁儿从另一边楼梯下去。你快瞧瞧，是本小姐眼花了吗？那个男人抱着的可是江宁儿。丫鬟在宫中跟她一起落的水，对江宁儿也是印象深刻，好像是晋王妃，但又好像不是。你快跟上去看是不是江宁儿，看他们去哪，快去。是。丫鬟赶紧朝着2人离开的方向跟去。表姐，这是瞧见熟人了？表妹可还记得我与你说过的那个晋王妃？我刚才好像瞧见她了。什么？晋王妃也在江南？但她一个王妃若是来了，我爹爹作为江南巡抚怎么会不知呢？自是因为她不是光明正大来的。我跟你说，这个晋王妃可是个狠角色，小小年纪，但狐媚的功夫比你们妓院里的头牌都还厉害。我之前就瞧见
见他与别的男人私会，二人在船上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刚才我又瞧见那个男人抱着她离开呢。表姐，你是说这个靖王妃偷人，还偷到江南来了？她胆子也太大了吧！江宁儿这人何止是大胆，他向来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我看啊，他定是趁着靖王不在京中，偷跑来江南，跟他的野男人苟合。但我不是听闻靖王残暴不仁，怎会容忍他如此？所以我才说他媚男功夫了得啊！如今连靖王可都被他迷得团团转呢。你是不知，我曾当面向靖王揭发过江宁儿偷人，结果靖王不信，甚至还说是我污蔑，就甘愿当只绿王八。你说气人不气人？天啊，靖王怎是这般愚蠢之人？真是可笑之极。追去的丫鬟回来了，如何？瞧见了？小姐，他们二人走得很快，回一处戏坊就不见人了。但我刚刚远远瞧见了男人怀中的人脸，确实是靖王妃没错。我就说嘛，果然是他。既然是偷情，哪还会光明正大的在街上慢慢走的？自然是跑得飞快，定不会叫人轻易跟上的。没错，这次江宁儿竟然被我再次撞到了他红杏出墙，一定是天意，要让我惩治这个贱人。表妹，你可有法子找到他们的落脚处在哪儿？表姐放心，只要他们是在江南，那可就是我爹爹的地盘。翌日到了要给秦君夜解毒的日子，江宁儿正在屋子里检查着解毒要用的一应物品，窗台外传来一声清冽的喵的声音。他转了转眸，就离开了房间，退身到了别院里的一块僻静小竹林里，瞧了一圈，确定没人之后，明朝没多久，一只蓝眼黑猫从墙外一跃而入，引进了竹林。再出来时，便是一身黑衣的蓝眼少年。老大，东西呢？明朝拿出一个小盒子，放进他掌心，跟我想象的一样，不错不错。老大，这是要给晋王爷的吗？是啊，他生辰怎么能没有生辰礼物呢？但愿他会喜欢吧。明朝是他最信赖的小跟班，也是少有知道他所有身份的人。哎，对了，老大，你这次回江南了，那个于大人你还看着吗？哪个于大人？你忘了？就是那个头疾严重的江南巡抚于大人啊。每年你这个时候回江南，就顺便给他扎两针呢。哦，我好像记起来了。今年我是过来度蜜月的，谁我都不看诊，到时候替我拿几颗药给他就是了。叮嘱他，今年烟火节定在7日后就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秦君夜也跟千明商议着他的秘密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王爷交代的事情，属下已经吩咐下去了，准备的差不多。那就好。秦君夜想着他筹谋的事情，眼底带着淡笑。但愿宁儿会喜欢。不过王爷，昨夜您跟王妃乘马车回来的时候，似乎有什么人企图跟随，不过被我们给甩掉了。今日听闻江南巡抚还加大了巡防力度，似是在找什么人。江南巡抚是三皇子的舅舅，属下担心会不会是三皇子授意在找王爷你。他们不知本王面具下的容貌，应该不会是找我。不过你还是扫好尾，不管他们是找谁，想干嘛，都不许人扰了本王和王妃清静。二人说话间，江宁儿回来了。千明正想走，被他叫住。哎，你别走，有事要你帮忙。千明，你会认穴吗？哦，会的。王妃有何吩咐？王爷今日解毒，除了针灸外，还需要穴位按摩，但我今日没力气，得你来。秦君夜看出他确实是有些没精神的样子，拉过他。怎么了？我肚子不舒服。秦君夜算了算时间，知道他应该是来月事了。很疼吗？现在还好，刚开始只是一点点不舒服，但是等会儿就不好说了，所以针灸完后，后面的事情就得千明替我了。说那么多了，我们快开始吧，赶紧躺平任我扎。此次解毒针数颇多，针法也繁复。江宁儿的下针过程中，肚子就开始造反了起来。他身为鬼医，向来是别人顺着他来，所以每月事他都是罢工的状态，不管是谁请，多少钱都不好使。也就只有秦君夜可以让他忍着痛，还给人治疗了。你要不歇一歇？没事，你别说话。解毒的每个环节都得在时间内完成，否则就会影响成效。你专心运你的气就是了。只有早些将毒尽数解除，他才能更好的护他周全。叹了口气，也只能先闭眼好好运气，不让他的付出白费。终于针灸结束，江宁儿叮嘱了千明一番，就捂着肚子回房休息了。他吃下自制的药丸之后，就开始昏昏沉沉的想睡觉。不知过了多久，感觉到一只温暖的大手附上他的小肚子之后，他舒服的嘤咛了一声。你怎么样？有双翼诀温养着我虽难受，但也比上次好多了。我也是，运气时胸腹不似上次那般疼了，但就是千明手粗，不比你按的舒服。胸腹是这里疼吗？还是这里？江宁儿佯装认真问询，实则小手却在他的胸口摸了一把，然后又去抓他的腹肌，指尖还调皮的有朝下继续探索的意思。你老实点，现在别招惹我。王爷，平日这是我的台词吧？有胆量，你等你月事结束了也继续这样，到时候你想怎么玩，为夫都陪你，敢吗？当
当然就是趁着这个时机才敢欺负他呀，平日他哪敢呢？只会趁着我不能对你下手的时候撩拨我，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要是平日也都这样，才叫有本事。这么明显的激将法，他才不上当呢。谁要当英雄好汉了？本姑娘只当狗熊。那狗熊叫一声来听听。江宁儿嗷了一声，在他手掌上咬了一下，他还用舌尖舔了他掌心一下。江宁儿，你要这样我去书房睡了。哎呀，我肚子不舒服呢。王爷，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呀？老实睡觉，不许碰我。看到秦君夜突然一副贞洁烈夫的模样，江宁儿只觉得有意思极了。他憋着笑点了点头，暂且先应下，反正还有几天呢，他有的是机会捉弄他。江宁儿因着来月事也懒洋洋的，便不想出去了。接下来的几日，二人都窝在别院里练字。秦夫子，今天我们练哪几个字？你今天就练这个吧。王爷，你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写给你自己的？秦君夜微不可知的吐出一口气，然后别开脸不去看他。天知道他这几日有多难熬啊！前4个字写给我，后4个字写给你，好好练吧，我去给你沏茶。说完便怕他又来招惹他，赶紧的先离开了。这边的二人多日没出门，所以这些天林月寻到处也找不到江宁儿和他以为的奸夫的下落。此时的巡抚府里，月寻，你说什么？你要本巡抚在烟火街上抓奸？舅舅，江宁儿偷人那日，我与心源可都瞧见了，但可惜我们跟丢了，才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落脚。这些日子，巡抚府的人在各个关口进行严格审查，都没有消息，所以我可以确定，江宁儿跟那个野男人定是还在城里。爹爹，你想啊，这个时候他们也不离开，女儿猜他们定是会去烟火节的。是啊，这可是个好机会。舅舅，你若是能抓到靖王妃偷人的证据，定是大功一件。你也知道，三哥和姑姑最是不喜靖王了，只要这顶绿帽子给他戴上了，他指定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你当真确定靖王妃是跟野男人一起？会不会你们瞧错了？那个人其实就是靖王。不会，我飞哥让京中人打听过了，靖王确实不在府中，但他是去了西山感恩寺，给皇上还有太后祈福去了，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林月寻说的信誓旦旦，殊不知这只是秦君夜为了隐藏二人鬼谷门之行和不想被人打扰放出的假消息。之前我与靖王说过，但因为我没有证据，所以靖王不信。但这次只要发现江宁儿与那个男人私会，舅舅可以直接派人捉拿。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江宁儿如何都无法抵赖了。前几日明诏来找过余胜，所以他知道诡异大人现在应该也在江南，只是不知道现在何处而已。他虽也有些担忧，万一惊扰了诡异大人逛花灯节，那就不好了。但又觉得林月寻说的有道理，这事儿如果能成，他确实在三皇子面前是大功一件，这对他想升迁京城或许也有帮助。行，此计可行。我知那个晋王妃欺负过你，你放心，舅舅定会替你出这口气。多谢舅舅。